列支敦士登是欧洲的一个内陆国家，列支敦士登公国2/3的国土被山地覆盖。根据考古发现，人类在列支敦士登地区的活动痕迹最早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中期。该地区已知最早的居民是凯尔特人。公元前58年，凯撒在比布拉克特战役中击败了当地的奥尔卑斯部落，从而将该地区纳入罗马共和国的控制之下。由于周期性洪水泛滥，罗马人并没有在当地建立定居点。公元前15年，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提比略征服了整个阿尔卑斯地区，列支敦士登随之并入罗马的雷提亚行省。随着3世纪危机的到来，大约在公元260年，罗马在布里甘提姆的军营被日耳曼部落中的阿勒曼尼人摧毁。在公元450年左右，阿勒曼尼人迁徙到该地区并建立了定居点。到公元504年，克洛维一世在托尔比亚克战胜了阿勒曼尼人，整个地区随之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。到查理曼去世后，他的后人根据法尔登条约，将列支敦士登划归东法兰克王国管辖。公元1000年左右，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重新统一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。到12世纪，该地区处于布雷根茨伯爵的控制之下，这是一个强大的贵族家族，统治着包括现代奥地利、德国和瑞士部分地区在内的大片领土。哈布斯堡家族在13世纪后期通过联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，在鲁道夫一世的带领下，哈布斯堡王朝将自己的领土扩展到列支敦士登地区。随着哈布斯堡家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，列支敦士登家族开始显赫起来。列支敦士登家族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旁支，列支敦士登家族鼎盛时期拥有99座城堡，其封地总面积达到1600平方公里。虽然列支敦士登家族与哈布斯堡王族走得很近，但列支敦士登家族本身的政治地位并不高，在上亲家族组成的贵族体系里面属于较低等级。列支敦士登家族于是想通过成为帝国议员的方式，以跻身一流贵族的行列。根据神圣罗马帝国法律规定，帝国议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皇帝直属领地，而这恰恰是列支敦士登家族所缺少的。于是他们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领地。1699年，因当时的列支敦士登领主财政紧张，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大公约翰·亚当买下了2块封邑。就这样，列支敦士登家族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敲门砖。1719年1月23日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6世颁布了法令，将谢伦伯格和瓦杜兹合并。查理6世将合并后的土地赐名为列支敦士登公国，从此列支敦士登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邦国之一。不过在此后的120年里，列支敦士登家族成员都没有踏足过该地。到了19世纪初，欧洲大陆上爆发了拿破仑战争。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，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彻底击败，皇帝弗朗茨2世不得不退位。从此，神圣罗马帝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。1814年，拿破仑失败后，欧洲列强重新组建德意志联盟。列支敦士登公国由于积极参与反法战争而受到奖赏，成为德意志联盟的一员。3年后，列支敦士登家族首次踏上了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土地。1866年，普奥战争爆发后，身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家族为了表示对奥地利帝国的忠诚，他们从列支敦士登公国征调了80名士兵参战。然而，这次部署并未征求州议会的意见，而且战争在民众中并不受欢迎，因此遭到了州议会的抵制。约翰2世于是承诺向列支敦士登提供贷款。没等这些士兵走到战场，战争就结束了。战后共有81人回国。一名奥地利联络官可能在回程途中加入了这支队伍，但也有人声称这名男子是一名意大利农民。由于军费开支上升，列支敦士登于1868年2月12日解散了军队。由于列支敦士登无力自保，列支敦士登家族便将公国外交和防务委托给了奥地利。因列支敦士登家族有多位成员在奥地利军队担任要职，因此欧洲列强仍将该公国视为奥地利的附庸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奥地利失去了所有附庸国，只留下以德意志民族为主的奥地利本部。
列支敦士登家族作为奥地利势力的代表，他们在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的领地遭到捷克和波兰政府的清算，从1600平方公里缩减到大约400平方公里。眼看哈布斯堡家族流亡海外，列支敦士登家族不得不将公国的外交和国防事务交由瑞士管理。因依附于瑞士，列支敦士登公国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二战结束后，捷克和波兰没收了德意志人和奥地利人在本国境内的所有财产，使列支敦士登家族失去了剩下的400平方公里土地。列支敦士登公国由此成为了列支敦士登家族最后的领地。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，列支敦士登凭借其永久中立国的身份和低税率的政策，吸引了很多欧洲企业前来。根据2018年的数据统计，列支敦士登的人均 GDP 位列全球第2，仅次于摩纳哥。列支敦士登的经济主要依靠金融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和旅游业，其中金融业占该国 GDP 的1/3以上。列支敦士登的银行业以其低税率和高度保密性闻名于世。除了传统产业，列支敦士登还拥有许多创新型初创企业和研究机构，并已成为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中心。